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军事故事、军贸故事、军迷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过程纪实第一篇第16章，阿三被我们电子战试验玩了个团团转。这样，第一次跟阿三的过招，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也成了接下来很多年最有趣的谈资之一了。有这样的邻居真是不错。后面的节目还会讲一些跟阿三相关的有趣故事，不会让老铁们失望。正文，我把二徒弟乔斗里叫了进来，他以为我又要打野兔了，还随身带了步枪。这个时候江处长出去了，房间里面只剩下我跟乔斗里2个人。我让他坐下，用中文跟他讲了我想进行了电子干扰的试验，以及实验所需要的一些器材。乔斗里一听要拿阿三做试验啊，这个家伙的眼睛都绿了。不光是眼睛，连喉咙都发出狼一般的嚎叫的声音。第3次印巴战争对巴铁人民，尤其是巴铁部队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东巴基斯坦变成了孟加拉国独立而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在寻找一切的机会去复仇，去想证明自己。为了这个目标，甭说牺牲生命了，就算是牺牲他们的全部，他们都在所不惜。但是我跟乔斗里讲了另外一个中国的俗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不能知道，巴铁军方也不能知道。最重要的是，就算打死也不能让印度军方知道有中国人参与这个事情。乔斗里用力地点了点头，并伸出右手，将右手食指举过了头顶，这是巴基斯坦穆斯林部落最高的试验表达。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对在工作中巴铁给予我的信任和尊重非常感动。咱们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懂得什么是礼尚往来，什么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阿三长期霸占我国的藏南地区，让我无法释怀。能够冲在第一线给阿三上一点眼药，对我来说也是无比荣耀的使命。但是这也不能太冲动，还需要考虑到外交影响，还要考虑到江处长。这方面我的徒弟们都非常理解我。巴基斯坦的人民很淳朴，一言九鼎，在我这儿从未发生过说话不算话的情况。第2天，乔德里就跟卡达尔连长商量怎么弄到那些设备，有些可以在后方的欧迈尔戈德雷达场站以及附近的雷达场站获得，但是载波线路有些麻烦，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设计的。我跟江处长商量了一下，为了保密，江处长带我去了海德拉巴，找到唯一一间4星级酒店，然后用酒店里面的电话给之前一起去深圳的7所的采购同志打了个电话，大概说了一下情况，然后就把设计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然后我们就退房走人。咱们中国人办法多，办事效率高，仅仅2天之后，经过定制的这个线路板就通过特殊途径到达了卡拉奇。乔斗里跟卡德尔连长想了办法去拿到了这些元器件，半夜就回到了科克罗巴尔场站，打开标有英文音响功放的小纸箱，看到2块线路板静静地躺在那儿，我立刻就兴奋无比。我跟乔斗里说，这次如果成功了，我要吃烤兔子喝啤酒庆祝一下。乔斗里坚定地用陕西味的普通话回答说，师傅放心，要啥有啥。接着我跟乔斗里忙活了1个白天，到了晚上才基本搞定。电气线路的测试通常在一个金属网围起来的小房间之中进行，6个方向都要围，密度越密集越好，就是那种用金属网做成的屏蔽间，屏蔽那个电子信号的，主要是为了预防发生电磁干扰。这个东西术语叫做屏蔽间。一般的雷达场站在屏蔽间里边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克罗巴尔的天气实在太热了，屏蔽间里边也没有风扇和空调。我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大汗淋漓了，也已经有些脱水了，不过线路都已经制作好了。在通常的维护窗口里边，也就是空勤危险比较小的凌晨4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我们把线路板连接起来。我前面说过，预警雷达非常重要，平时是必须要开机的，只有在这个维护窗口期间可以暂时的关机一下，由其他雷达场站代为执行任务。我们的计划是分3步走。首先，距离科克罗巴尔大概200公里范围的印度一侧大概有2个机场，有机场就必定有雷达场站，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侦测出印方雷达场站搜索信号的波长、频率等数据。在维护窗口期间，利用现有雷达的接收装置，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
侦测并验证了这些信号，同时也排除了巴方自己的雷达信号。第一步非常顺利，只是每天休息的时间非常少。对乔杜里来说，这个影响不大，他是穆斯林，每天的早上他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做第一次祷告，然后做完祷告继续睡觉，反正都是要起床的。但对我来说，这就是煎熬了。晚上太热，躺下早了又睡不着，每天熬到11、12点才能休息，所以起床早了，一整天都是没精打采，没有精神。乔杜里看出来我的萎靡不振，就拉着我去打野兔。560半自动步枪用的是7.62毫米子弹，一发命中就可以直接搞定。这几天咱们的运气好，打到了好几只野兔。第二步是要模拟出跟印度雷达信号非常接近的信号，最好是完全相同的信号。这个时候，从深圳定制的线路板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在屏蔽机里面做模拟信号，然后还是用自己的接收天线测试，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也基本得到了几乎相同的反馈信号。当然，我们又打了2只野兔。塔尔沙漠的兔子真的是肥呀，烤熟了非常香。这也多亏了巴基斯坦人不吃兔子，要是在国内只能用人工养殖的兔子了，那个味道就差了很多。第3步就是测试，这个就必须很小心啊，不能惹出大事来。首先，我们也找一个时间窗口出来，开机10分钟，然后恢复正常，看看印度那边怎么样，有什么反应。结果没什么反应，估计阿三那边都睡着了，都或者开小差了，或者没有引起阿三应有的重视。第2次是在中午，是空勤比较繁忙的时候，我们试了第2波，开机了5分钟，然后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啊，我们发现印度那边已经有了动静了。本来算是空勤繁忙的时候，但是民用航班都绕开走了，都是往圈外飞的，没有往圈里边飞的民航航班。于是我们大胆地进行了第3次测试，也是空勤繁忙的时候，就是晚饭之前。这次开机达到12分钟，这个12分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1级战备的响应时间是10分钟，也就是收到警报的10分钟之内，印度的飞行员就要起飞。2级战备的响应时间是15分钟，也就是收到警报的15分钟之内啊，印度的飞行员就要起飞了。我们设定开机12分钟，就是要测试印度空军是否在1级战备状态。结果阿三那边还只是疏散而已，没啥直接的反应。阿三那边的冷漠让我很不爽，我带着徒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起早摸黑了，忙了好几天啊，少睡了多少个小时才弄出来这个设备啊，他们的竟然没有反应。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早早休息了，然后在第2天空勤繁忙的中午开机了20分钟。当把屏幕切换回来的时候啊，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雷达屏幕显示，印度空军4组双机编队正在分上下2个方向，沿着印巴边境线相向而飞，距离科克罗巴尔雷达场上大概100公里左右。于是按照规程，卡扎尔连长发出战备警报给后方指挥中心，也发出空警信号，要求对方说明来意。印巴长期处于对抗的状态，边境摩擦时有发生，但是双方都在努力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因此阿三空军的回答说他们在训练，鬼才相信呢。好在他们也没有越界，巴方这边也没有做出出格的行为。我们的装置设计非常简陋，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和校正，在阿三的雷达上面基本不会出现 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能够造成那几百个目标那种震惊的震撼人的效果。不过出现20-30个目标吓吓阿三，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其实这也跟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基本吻合，也正是这样才更有迷惑性。2天之后，我们又测试了一下，开机了12分钟，结果阿三的空军又起飞了。我立刻想起了我们电影《上甘岭》里面的场景，坑道里边的战士们在半夜里面向外边扔空的罐头盒子，来诱骗美军的重机枪开火，浪费子弹。我们这个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我们就用了几千度电，让阿三的空军开着飞机从几百公里飞过来，恶狗扑食，结果还扑了空，这是太值了啊！这次的测试啊非常顺利，我让乔多里把设备恢复原样。乔多里对我说：“师傅，这个你能不能留给我？”我知道他的心思，因为安装的时候啊，我也仔细检查过了，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元器件有 Made in China 的字样。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找到完全没有 Made in China 的产品，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我当时也没说其他什么，只说了一句 deal， 也就是成交的意思。乔多里开心的笑了，笑得非常开心。然后我马上就写邮件
把测试的情况跟厂里面的张主任大概汇报了一下。江处长那边把这几天打到的8只兔子一次排开，兔子毛不好处理，很多人以为在兔子外边糊一层泥巴，然后一烤，烤完了往地上一摔，毛就被泥巴粘住扯掉了。这是小说里面写的，但是现实之中没有这种好事的。更何况塔尔沙漠那边根本没有泥巴，好在部队里边人人都有一把匕首，我们就用那个匕首一点一点的扒兔子皮。一开始没经验但是扒了几个之后慢慢的我们都熟悉了那个下午的时候，卡扎尔连长派人去了100公里以外的米尔布尔哈斯，买了整整2大箱的木里啤酒，晚上就弄了些柴火，在塔尔沙漠上点起了篝火。只有江处长和我吃着烤兔子，喝着啤酒，其他人他们不吃兔子肉，也不喝啤酒，不过他们都非常的开心边唱边跳闹了很晚。我和江处长一边吃着烤兔子肉，一边喝着啤酒，看着篝火升起的点点星火和晚上塔尔沙漠的星空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中巴之间的友谊一样，流淌在塔尔沙漠美丽的星空之中。我觉得这样的夜色实在是太迷人了，希望这沙漠星空的宁静永远不要被打破。本期讲完了，老铁们喜欢的请订阅、转发、留言，谢谢大家。